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玩一款 KO 的放大的玩具啊，看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出来啊，合唱的名字啊，晴天勇将啊，你听这名字就够 low 的已经啊。这个是一个国产的一个，哎也不能说是哪个厂子吧，反正这回的生产的这个场地呢是义乌啊那边的厂子。啊，所以这个逃开了澄海那个地区的代工厂啊，不过是哪家呢？你们自个儿去想吧。那个咱们就不多说什么了。这一款它放大的是起源变形金刚起源本玩具线的那一款擎天柱，我以前分享过非常小的那一款啊，那个所谓就领袖变形那个系列啊，里面有擎天柱啊，有大黄蜂，有这个老芋头玉天敌。啊，还有包括这个，还有一款是谁来着？哦，太师傅啊，那4款都是非常非常小的玩具，比现在缩水的地级还要小啊，所以他家把这一款擎天柱给你等比例放大了1倍啊，就放大到接近于 V 级别左右了啊，把这一款啊单纯的放大，并没有改其他的一些地方，只是放大。而这款呢，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又是一款做包装啊，比做玩具本身用心的一款玩具。因为你看这个包装上面啊，有这种油印的这个印刷，还有这种磨砂式的这个表面。这个盒子的包装挺好的啊，而且支援玩具的小王同学跟我说，他挺喜欢这个盒子啊，上面还有类似于像镭射式的这种反光啊这种盒子，确实是做的挺用心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做盒子做外包装比做这个玩具本身用心系列啊，但是这款同样犯了国产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头雕崩了。咱们一会儿变到人形时，咱们来看看这个头雕到底崩成什么样子啊。玩具放到这儿，把镜头拉低一点啊，因为这款的价格40-50块钱，它的料子又是这种非常亮的这种料啊，时间长了会有这个就卡扣啊或者关节很松的情况。但是我玩了还没玩，我开盒的时候呢，这个腿部的球关就比较松。这我估计小王同学自个儿也有办法啊，回去自己拿东西去给它加固一下吧。这个是说明书，有扫二维码，你可以看动态的视频，也有这个纸质的说明书。这一款呢，其实在这个起源玩具的，就是擎天柱的玩具里面啊，其实它还算是在稍微小一些级别当中设计还是可以的。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手部啊，手部这块没有盖板这一块，所以这个蓝色的这个地方很突兀，因为它的手臂啊，小臂直接挂到这个后边，所以说它这个 KO 的这个版本呢，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手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整个这一块加一个盖板给它盖上啊，这块并没有改，只是跟原来的是一毛一样。然后剩下的变形的，包括胳膊的这个地方该有，我记得原版这个地方是铆钉，它这块是螺丝，这块呢时间长了肯定会松，这个不用想啊。斧子的原色依旧是上漆的，然后斧子的这个根部这个地方是这个手指啊抓着这个斧子的这种感觉的啊。剩下的像腹部这些地方该没有漆的地方还是没有漆，所以呢只是原版模具的放大，仅此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改动啊。所以咱们现在给它变一下，看看有什么哪里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咱们把这个烟囱这个地方啊给它往前翻，然后呢腿部包括后边这些卡扣，咱们给它解锁。然后这个地方的卡扣依旧是上下咬合式的啊，我看看啊，怎么才
才能完全给它解锁开。因为把这个胳膊这个地方给它从这个地方完全解锁开，可能才能把腿很轻松的卸开啊，很紧啊。因为它是一个前后夹着的2个卡扣，这边有一个力，这边有一个力啊，所以2段给它夹紧，很紧。哎，合金键方面，其实我目前玩了玩，没有太找到哪块地方是合金键，或者可能我没有找到啊。斧子这个地方其实挺紧的，卸开。斧子的这个握柄这个地方，你看上面有气啊，它的整个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往里怼的时候，这个桩子可能太粗了，怼不到底。哎，国产厂吧啊。然后就是这个球关啊，其实它可以把球关这里面点点气啊，就稍微就紧点了啊。这块其实还是偏松的。好，然后呢，咱们把侧面给它打开，看看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这边吧？哎，应该没那么难找啊。我都找到这个转轴的这个地方了啊，看看是在哪里啊？哎，哎呀，这个，突然找不到这个开合的这个地方在哪儿了？我看看啊，不应该呀、难道这个密合这么好，让我找不到缝隙了都啊？在这里吧。好像找着这块的缝子了啊，看看啊。我先拿镜头外看看啊，不知道这块缝隙的地方找不到。咱们继续啊，找了半天，原来缝隙是在这个地方啊，是在这里，还是我刚才找的这个地方啊？可能是因为太紧的缘故啊，没把它搬开。哎，就是这块地方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裂缝，我觉得应该是这边啊，但是刚才搬了半天没搬开啊，什么鬼？还是这个地方，对，看看给它顶开吧。就没想到这 KO 的做的这严谨程度还不错啊，好神奇，几乎没有缝隙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才顶开点缝子啊，因为一旦没有缝隙啊，你都找不到它的开合点在哪儿。把腿，咱们从这个地方，翻开，前面的一个凸点跟这里面扣合，然后咱们再给它合上。它是一个翻腿式的变形，但是脚部依旧没有接地啊。打开，哎，腿部的这个卡扣啊，你逆变到成车的时候啊，其实卡开就是给它松开的时候是很麻烦的。就前面的这个卡扣啊，就变成
变成车的时候啊，想给它松开也得拿东西撬。好，然后胳膊的这个地方，整个咱们给它拉开，就像这样，上边打开，人形头雕，这是给它打开，然后呢，它的能源宝是在这个地方能够取下来，但是我忘了原版是不是上漆了啊？我感觉原版应该没有，它这个是点缀的这个金属漆做的分色，然后整体这个地方腰部给它拉起来，然后这一块扣进去，头雕给它推起来，然后再把肩膀这个地方给它往上推，推起来，推到头，然后再把它扣下来。肩膀的地方扣下去，这个地方呢，再给它旋转180度，给它转过来，卡住，好，胳膊转过来，拳头这块依旧是空的啊，并没有给你加板，所以这款的胳膊啊，如果说它要是能给你加个板子给它盖上的话，车形态会更好一点啊，车形态会更好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头，你们自己看这颗头好看不好看啊？反正我觉得是崩了，好，正好，好，然后这把斧子握到手里边，基本上只能握进去三分之一吧，也就是啊，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反正小王同学告诉我他要这个申请售后，要重新搞一个这个头雕，因为他的眼睛的里边的上漆啊上的也不均匀啊，他就当时中奖了，所以准备跟商家要一个头雕啊。反正怎么说呢，如果你非常喜欢起源的这个版本的这个柱子啊，你要非得买这款，其实也不贵啊。以我每回总说的就是啊，如果你防熊孩子呀或者怎么样，这款倒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仅仅是如此吧，啊，仅仅是如此。你要说啊，它唯一比原版好的就是它放大了，现在到 V 级别的身高了，并不是以前只有它2/3左右大小，也就这么大吧。原先的那个版本非常的小，到裤衩这一块，到大腿这一块，就等于它的一条腿这么大，是原先的那个版本啊，比它放大了整整差不多1倍。其实我原先以为知道这一款啊，它要出这个时候，我还以为是日本独占的那一款，但并不是，我想多了，好吧。最后还是感谢小万同学啊，自然的这款所谓 KO 放大版的起源擎天柱啊，反正希望他自己会喜欢吧，因为这个身高比例，我觉得可能是他喜欢玩的这个就是这个玩具的身高比例，就是估计就是这么大，可能他会很喜欢，你希望他会很喜欢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